攻略第3年，我怀了孕，系统却说他把女主搞错了。我感激涕零，连夜跑路。10分钟后，我那本该在英国的总裁老公出现在卧室，他眼神受伤，嘴唇微抿。离婚理由那一栏我劲太大，可以改的，以后我轻轻的好不好？看到他异样的瞳色，我哭出声。我从小就怕蛇。和风眼结婚第3年，久未谋面的系统突然出现。对不起宿主，我才发现你不是女主。因为要上课，我正在往身上打遮瑕，遮住那些红红粉粉的痕迹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扑腾爬起来。你说真的？他语气里带着万分歉意。对的，是我工作失误，搞错了。其实你只是一个漂亮的路人甲，风眼已经和真正的女主相遇了。我趴在地上给他磕了10个响头，他嚎啕大哭。惨了，闯大祸了，宿主精神失常了。我制止他，冲到衣柜下翻找出早拟定好的离婚协议，添了个臭皮蛋。我就说我家世代扎纸人，哪里招惹得到金圈太子爷？结婚当天我都是懵的，他却满眼笑意，装得一脸深情。最近我才知道他不是人，他在圈养猎物。大2的时候，系统说我是女主，我说我是皇帝。他指了指当时空降学校开金融讲座的风眼，那是男主，你先考虑。飘逸凝人，风神俊朗，男男女女都围上去举着手机拍照，一堂课水泄不通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勉为其难，实则心里炸开花。真是祖上积德，给我讨了门好姻缘。那时候我以为女主光环加持，攻略风眼顺利到我都觉得像杀猪盘。可是他对我极其大方，爱意也不像假的。我们顺利结了婚，他除了冷点、爱吃醋之外，基本没啥缺点。身体好，纵容我，我以为这就是爱情。直到1年前，我才发现我是他的猎物，他吸我血。我靠！去年新年夜，他有事，我自己回家过年。爸妈嫌弃我打扰他们的2人世界，让我回来陪风眼。临走时，我妈还给我塞了很多好吃的，让小眼多吃点，家里还有。我在门口叉腰，妈，我的呢，我的呢。我爸插话，还说呢，小眼什么都紧着你先吃，养胖1圈了都，这回你让他。我翘着嘴，拖着行李气呼呼回家。那天晚上出机场的时候，明明是弯月，我走回别墅，竟然变成了圆月，空气肃杀，气氛诡异，里面还有女人的声音。我从后门绕进去，风眼和一个只看得到背影的女人站在花架下说话，第一句就暴击我。那女人说，你每次吸那么点血，学小蜜蜂采蜜吗？风眼回答，太深他会怀疑。听到那些话，我突然觉得手腕隐隐作痛，抬手对着月光，腕上那2个小红点扎眼刺目，还有我脖子上同样的小红点。回想起他夜里情到深处，他喜欢咬我身上脆弱的地方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的小习惯，我们之间的情趣。女人笑了笑，我最喜欢吸干猎物的血，再一口吞掉，仅靠它多没意思，下次带几个人给你开荤。我皱着一张脸躲在暗处，隐约看到那女人的长发在蠕动，定睛看过去，好像是蛇。她拿了一条下来，握在手中把玩。阿眼，记得收快递哦。她将手搭在他的胸前，水蛇一样游移，嘘了一下揪住风眼的领带，注意维持形态，别被发现了。我在原地死命掐自己，眼泪憋在眼眶里打转，心惊肉跳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女人化成一条极为巨大的白蟒游走了。我脱了鞋踮脚退出去，连夜跑到酒店躲着押金。系统当初跟我说他任务完成，男女主将永不分离，我以为是字面意思，那天才知道被吃也可以永不分离，物理上的合体。风眼不知道自己暴露，继续和我伉俪情深，他以为是我胃口不好，还换招法给我喂好吃的。天杀的，你们妖怪对待猎物这么人性化。我坚决不吃，骗他说要减肥，结果这厮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老婆你怎样都最好看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发现他的瞳孔比常人要深邃宽广，盯着我的时候眼里都是饥饿的金光，我不禁偷偷抹泪。妖怪都是演技派，比人类男人好太多，毕竟他们为了吃是可以付诸行动讨猎物欢心的，不像大多男人除了一张嘴花里胡哨，遇事倒是跑得飞快。风眼做戏做得很全，又亲又抱，还服务周到。不过他越这样越让我想到猫捉老鼠，猫不会直接吃掉老鼠，他要先玩得尽兴。风眼也是一样，他陪我玩，后来发现我有意疏远，他竟然给我下药，我才估计是因为他太久不吸血，身体会出现动物的特征。有2次我极力保持清醒，在微光下看到他手臂上的鳞片，吓得鸡皮疙瘩起一身。药物作用下，我看到他的脸就心跳加速，血液倒流，浑身发热，然后去极乐。他咬我的时候，我连之前的那点刺痛都没了，完全沉浸在摄人的舒坦之中。朦胧之际，还能听到他咽足时的甜言蜜语：宝宝你好甜，宝宝好想把你吃掉。我累个天娘，我原地去世。其实我不是很想配合风眼，但他跟装了 GPS 定位似的，我到哪儿他好像都能知道，根本不担心我会跑。系统说这是你们男女主的情趣啦，去个鬼！我是猫口中的老鼠，我能不慌？如此1年后，系统再次出现，说我不是女主，我就知道每天对着西方求神拜佛有点用。唯一不好的是我肚子里揣着个不明物种的崽，但好在我家有人事道士，总能治治。临走时，我拉着行李箱跟系统说，男女主进入剧情，风眼真的会淡忘我？你确定？确定以及肯定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此劫一过，我要去灵隐寺还愿，我去建设祖国西部，去非洲挖井。正好风眼去英国谈生意了，一时半会回不来，我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一些应急物品，下单飞往冰岛的飞机。蛇怕冷，风眼更怕，希望他知难而退。正当我欢呼着老娘自由了的时候，风眼打来电话，为什么有离婚协议？你喜欢别人了吗？是谁？
我去把他杀了。风眼的尾音越来越沉。我以前以为他有分离焦虑，见不到我就哼唧，现在发现他是有猎物分离焦虑，嘴边不备点小零食他就心慌。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宝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话里带着沉重的哭腔，对不起，我太冲动了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只是在疑惑，离婚协议我只发给了果果，还有我的律师，风眼怎么知道？两个都质问一下。片刻后，陈律回消息，夫人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风总的人，他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我忍不住骂娘。我决定残忍地拒绝风眼，随便胡诌一个理由。你跟个蛮牛一样，毫无技巧，受不了你那种横冲直撞，人生苦短，我要再去寻欢作乐。他委委屈屈，我很小心了，我都是轻轻的，而且我专门找机构学过技巧的，我以为你喜欢。我老脸一红，回他，不想听，分道扬镳，就此别过，祝你找到真爱，放过我一条小小人类吧。没等风眼解释，我挂了电话。路过客厅，电视机里不合时宜地播放着《动物世界》，我想起我唯一一次见到风眼的化形，算是半化形，那是个月圆之夜。我临时回家拿文件，风眼听见，迅速将卧室反锁。我眼睛快，捕捉到他关门的动作，是拿尾巴勾过去的，长长的黑色尾巴，吓得我失魂落魄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蛇，从小开始，蛇这种东西给我的恐惧远超人类基因带来的影响。系统说，风眼和女主这会儿在英国相遇，感情会升温。我关了客厅的电视，拍了拍脸颊，清醒了下。自由，自由，我来了。我刚走到卧室，准备拿护照，就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声响。本该在英国的风眼竟然出现在了卧室。我的天，我还没发现他能瞬移这个能力。我转身和他对上视线，看到了他只有在动情和暴怒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异样的瞳色。以后我轻轻的好不好？我哭出声，下意识地说，我从小就怕蛇。话音刚落，他肩头钻出来一条小竹叶青，狡黠的眼睛圆溜溜盯着我。听到我说怕蛇，他仿佛能听懂似的，迅速爬下风眼的肩头，溜出客厅了。看到他滑溜溜的皮肤，妖娆的身段，我发出了尖锐的报名声。风眼立马把门关上，像以往那样将我拥在怀里安慰。他明明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我正脱开，退到窗边，语气决绝，你们都给我出去。那条绿油油还从门缝探出脑袋，嘴里叼着几根猫草，嚼吧嚼吧。他看起来智商就不高的样子。听到卧室的动静，还瞪着俩圆眼睛无辜地瞧着我。我的眼泪断了的珍珠项链似的哗啦啦落下。他本来就很吓人了，能听懂人话更吓人。风眼手忙脚乱，转过身恐吓小绿，示意他离开。他还不知道我对他的恐惧才是100%。他抬脚走近，想来抱我。我爬上床，迅速跑到房间另一边。风眼以为我是生气他把蛇放进来，委委屈屈的解释，他自己钻进来的，因为我们家有猫草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吃这个。他跨不过来，将我拦腰抱起，放在床上，自己则单膝跪在床边，仰视着我。我注意到他因为情绪波动而闪烁的瞳孔，阳光照射进去，瞳仁中间像是散开一片金黄色的宇宙。我在动物世界里看到的蛇的眼睛就是这样。他的眼神恢复柔情，抬手抚上我的脸。我脑海里不断闪现那些黑色鳞片，顿觉恶寒，手臂用力，重重打到他的手背上。风眼的嘴唇不易察觉地颤了颤，随即又扯出一个乖巧的笑。你不喜欢的话，我马上把他送走。我忍着害怕往床上缩，目光灼热，言辞狠绝。不是不喜欢，我是非常非常讨厌蛇。小时候老师带着我们看动物世界，蛇吞下一只活的老鼠，它的腹部微微颤动，我看吐了，连发了1个月梦魇，每回想起都下意识想吐。话落，他的动作明显凝滞，压节轻颤，目光落在我脚踝上，面上有说不出的落寞。我昨天崴了脚，现在有些肿。察觉他靠过来的动作，我说不要碰我。哦，好。他有点无措，片刻后站起来，我去处理蛇。见他离开卧室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想摸出手机给当道士的叔叔打电话。突然想起行李箱和手机都在客厅，脑子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同事也要出国，约好这个时间来接我。那是男同事，和我一个办公室，关系不错。风眼是个醋坛子。哦不，他以前是醋坛子，现在是护食者，肯定以为有人要抢他的猎物。我刚想下床去拿手机，风眼便气场冷硬，直愣愣地闯了进来。我之前是很爱他的，攻略的时候还给他写攻略手册。他生气的话从来不表现的生气，反而面色松弛有度，眼尾带笑意，不动声色地顶腮帮子。这时候其实才是最生气的。然后他会不管白天黑夜惩罚我，疯狂作恨，在我身上留下他的痕迹和气味。要听吗？他晃了晃手机，我有点疑惑。听什么？他笑了笑，点开免提。苏老师，我马上出发到你那儿。是江继白，同一个学院的教授。风眼轻声走近，坐到我身旁，那头继续说，真离婚了，挺猝不及防的，我以为你和你老公很恩爱呢。我想回答，风眼点了点自己的唇，眼神落到我唇上，可恨我一个猎物，对猎人这般了如指掌。他的意思是我敢说话，他就亲死我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不敢动弹。江继白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无非就是他对我离婚感到惋惜，我这么好的人，值得更好的。我小声提醒风眼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同事之间关心一下。他轻吐一个字，茶。一个妖怪还挺深谙人类社会文化呢，人家明明就很正常。我出声，谢谢江教授关心，我没事，我这个人对于感情从不拖泥带水。我还没说完，他突然插话，那我可以追求你吗？风眼挑了挑眉，至于你非常优秀，我不可避免被你吸引，但不要觉得有负担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
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偷偷爱慕着你。我的脸都僵了。江继白松了一口气。之前你和你丈夫很恩爱，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说这句话了，还好。风眼平静盯着我，书架上的古董花瓶突然炸裂。我知道是因为风眼，但他一脸无辜，解释说年久失修，然后对着电话回复江继白，现在依旧很恩爱。因为听到东西破裂的声音，江教授有点担心。至于我去找你，风眼露出一种正合我意的表情，抬眼看了看我，嘴角勾起。好啊，我夺过电话。江教授，我没离婚，就是和我老公闹了小矛盾，麻烦你不用过来接我了。说完挂断。我知道风眼是什么脾气，江继白因为他出过事。年初我和江继白因为工作调任搬了办公室，我们的位置挨得很近，我一直把他当前辈。他很绅士，很会照顾女性。有一回他顺路送我回家，风眼抱我的时候闻到男士香水味，我如实告诉了他原因，然后江继白请了2周的假。后来他返岗，我问了才知道，他说他被一条黑蛇咬了，在 ICU 住了1周。我那时候没怀疑风眼，他在我面前一直装得很乖，直到我撞见他露出原形，黑色尾巴。加上江继白说他住在51楼，大冬天一条黑蛇无缘无故爬上51楼，还非常精准的给江继白手臂咬出个 X 形状，肯定是风眼干的，他最会装乖了。听到我对江继白说没离婚，风眼松了神色，凑上来抱着我嗅了很久。现在我懂了，他其实一直在闻我身上有没有其他人的味道，狗一样将我闻了个遍，他才将下巴搁在我颈窝，骄傲地笑了笑。只有我的味道。我僵直着身体，心想动物的习性一点没变，这么喜欢标记猎物。我推开他，装作不经意问起，你不是在英国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面色一滞，湖州道，国内有个紧急会议，提前回来了。是吗？我看你上午 IP 还在英国。他有些慌，佯装淡定，眼神飘向别处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可能是手机没反应过来。他凑过来，我没有骗你的，表情那叫一个天真无邪。他这妖怪挺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习惯，但没学会撒谎。看我时露出慌乱无措的小表情，就差把我在撒谎4个字写脸上了。我从他手里拿过手机，加快脚步出卧室。和他共处一室才最危险。他现在不吃我，是因为要养着我当血包。刚到门口，我收到一条消息，果果发来的，蛋黄吃多了也可能验出怀孕，过来查查。如果你们真要离婚，这个孩子你好好考虑。我回复好。风眼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后。我转身冷漠道，没到睡觉的时候不要靠近我，反正他睡觉也是为了吸血，指不定啥时候吸嗨了把我一口吞了。他露出犯错的小表情，蓦地又浮现半分疑惑。我是喜欢你才和你。打住。他乖巧噤声，人的话尚不能信，何况把我当食物的妖怪，他们可是有本性在的。我对风眼3令5申，我要静静，让他不要打扰我。他之前向来惯着我，如今也一样，以为我对他的身份毫无察觉。我说要去成果那里，他不敢跟着，跑去书房找了半天，拿出一条散发着异香的手链给我戴上。他不动声色地咬了咬下唇，不然我就和你一起去。我只好伸出手，戴好后，我才发现那链子解不开，想来应该是用于追踪的。我抓了包就往门口走，风眼跟过来，就那样傻愣愣站在门边望着我。他在等我的告别吻。先前那2年，我们任何一方出门都要给告别吻，但是自从我发现他的身份，我总是急匆匆地离开。他走的时候，我也不去门口送他。最初他有小脾气，我直接略过，他也就不再问，只是每次可怜兮兮地望着我，把门关上。我冷冷道。说完，我转身下楼，也没去看他的表情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没有深秋的凉意。我去了成果所在的医院检查后，到他办公室等待。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？和风眼怎么突然要离婚？你们那2年可是走到哪都跟个连体婴似的，连抛2个问题。我笑了笑，找个道士问问这个孩子能不能留。你什么时候信这些了？护士进来，把报告拿给他。我坐在一旁等待。成果边看边皱眉。怎么啦？他抬眼。你再去做一次检查。我一头雾水，照做。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还把护士叫进来，问了仪器的情况。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他问我。我摇了摇头。测出怀孕才几天，好像和平时也没区别。他咬了咬唇，若有所思。你身体的某些指标换成正常人根本活不了。他又说，好神奇，指标先不说，就这2份结果前后1个多小时。他一手拿一份举起来对比，一个显示怀孕，一个显示没怀。他严肃地看向我，之余，你不会说真的吧？1年前我告诉过成果，风眼不是人，但他伪装得特别好，我一直没法抓到证据证明。在成果担忧的眼神下，我点了点头。我没开玩笑，今天的检查数据你也看到了，因为他我也变得不正常了。他站起来，面露担忧，倒是没多少惊讶，毕竟家里的支柱企业是新闻，从小到大他也见过很多奇闻异事。那怎么办？我也没和非人类打过交道啊。我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我应该能找得到人。临走时，成果让我又做了2次检查，2次都没怀，要么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，要么是妖怪的繁殖方式不一样。我想起以前养过仓鼠，它突然生病不吃东西，风眼好像只闻了闻，就说她是怀孕了，胃口不好。或许这真的是误诊，不然风眼应该也可以闻出来我怀孕。走了，我下去打个电话。我联系的是我云游四海的三叔，我们家族世代都做纸扎生意，但每隔几代也有涉猎方式术士道士的。本来我找的是二爷爷，他突然说自己病了，就推荐了这个远房三叔苏静安。听了我描述的情况，苏静安竟然没有质疑，而是直接给我发了一张图片。至于看看这段族谱记载，
族谱记载，我们家族有些人的血能助妖精增进修为，所以精怪们会豢养这些人，用来辅助修炼。三叔给我发来消息，至于你别贸然离开，他对你有标记，天涯海角都能追踪到你。家族祖上就有一个女族人被精怪豢养过，族谱上是这样描述的：山中精怪容貌屹立，惯会惑人，族中训诫严苛，仍有女子不胜心智，被掳山中豢养多年。等到族人发现那个女子，她早已被妖怪吸干精血，只剩枯骨。三叔告诉我，这类妖精毫无人性，那个女族人被妖怪咬得千疮百孔，面目全非，死后还不得安生。要不是族中人不忍，舍命将她的尸体抢回来，她只能落到个尸骨无存的地步。三叔一再警告我，在我没动身回去之前，你先不要挑起那妖孽的怀疑，若是有余力，暗中观察她的弱点，知会我。等我回京市再做打算。我还想问一些具体的，但他好像对风眼这种非人类并不了解，还有些畏惧风眼。提到他时，一再强调让我顺着风眼，不要逃离。但面对未知的情况，除了按兵不动，也没其他法子了。估计我三叔有自己的节奏。我在医院楼下打完电话，开车回家。现在重要的是不要让风眼起疑。回去的时候路过宏盛广场，广场外有一排巨幕。风眼最近有一批财经采访，每次路过都能看到他那张勾魂摄魄的脸。面对镜头，人设截然相反。荧屏上的风眼雷厉风行，冷冽轻视傲物。一览情书的模样让他有了商界绝情刀的称呼。我研究生毕业后一边读博，一边在 K 大当讲师，我总能通过风眼拿到最新最顶尖的商业案例。课程内容虽然晦涩，但我能邀请到业界名流给学生剖析。风眼也时常用他的经历让我在书本上得到的虚浮感落地，所以我的课场爆满，今年还被评为 K 大经管院最有含金量的课程。他不授人以渔，而是授人以渔。恋爱后他就开始让我放手涉足商界，资源由他提供，收益看我意愿分给他。我拒绝了，这样好像有些坐享其成。他很理性，开导我会是你的丈夫，投资妻子没什么不对。即便不是，我看中了你的能力，你也可以把我当做天使投资人，我为你的才华买单。我跟他说，我希望做独立女性。他哼笑，你有经常听到独立男性这个词吗？我摇头。他说，拥有特权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拥有特权。参考男性，接受父母馈赠的房车，接受同伴扶持的资源，接受上司的提携，这样的男性怎么没人说他不独立呢？放眼社会，这种男人遍地都是。对于女性也是一样，享受这些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这件事放在他身上没有问题，那放在他身上就是没问题的。至于我清楚地知道这个社会给了我怎样的权利，但权利拥有者从不会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些权利。我倾向于认为，男人发觉传统的那套条框束缚不了你们，害怕你们进入战场和他们并驱争先，所以又造出这些新的枷锁，打出独立女性的口号，让你们因为天生的谦让和正义退出资源争夺。所以没什么好愧疚的，有资源不用才是傻瓜。我醍醐灌顶，包括我父母，妈妈因为身体原因只生了我一个孩子，他们认为儿子才能给自己送终，从高中之后就不再管我，准备把所有财产留给侄子。和风眼结婚后，他们自然将他当作亲儿子。是风眼用行动告诉他们，因为我优秀，他才能是他们的半个儿子。不用吹捧我，没有之余，我们不会有半分关系。我只会和真爱我妻子的人和平共处。如果学不会把他当宝贝，我没时间教，更没时间搭理你们。这些处事的道理，竟然是一个妖怪告诉我的。果然，没有在人类社会的愚蠢压迫结构下生存，脑子就是会清醒一点。等红绿灯的间隙，苏静安发来几幅画像。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，所以还有图画记录。我把图片放大，那画上的女子形容枯槁，浑身溃烂。人们将她放在祭台上，她像块抹布一样无力垂落，脖子处、手腕处有和我一样的血孔，只是要明显很多。滴滴，后车提示我往前走。我踩下油门，眼泪顺势滑落，因为我看到另一幅图上，女子的头发被撩开，是我的脸。苏静安补充，当年那妖怪好像就是一条黑蛇，不知缘由失了控，将这个女子咬死了。小鱼，家族合照里你就站在左下角是吧？我回他，你没看错，我和这画上的人长得很像。他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。良久发来一句，当年全族人带领方士去捉他，他吸了这女子的血，似乎更强，冲出重围，隐匿山林了。或许转世之人带着同样的能力。小鱼，你多加小心，我正在往回赶。我转了弯，回到别墅。廊灯下，风眼长身玉立，手臂搭着外套，在等我。走近后，他绽开笑颜，我以为你不回来了。他替我披上外套，我往里走。我又跑不远，他摸了一瞬，跟上来。我们谁都没说话。他照例在这天给我端来家里要的热牛奶，我当不知道，一口饮尽。最长半月，他若是不吸血，便会出现那次现原形的情况。暖黄的光摇曳着我犹豫不定的心。风眼将我抱上柔软的床，随后他缓缓下椅，让我屈着腿。情欲和痛苦交织，我怀疑最后死在他手里也会是这样清醒的沉沦。啊！我不可抑制地发出英鸣。风眼抬起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宝宝，我弄疼你了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他栖身上来，虔诚地吻我的手指，一阵酥麻传遍脊椎。我会很轻很轻的，如果我用了力，你就喊我的名字好不好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吐出机不可闻的一声叹息。好。我的脑子里总会出现公螳螂被吃的场景。有一瞬间，我想过效仿，因为风眼是捕食者，但给了我爱。我爱他，或许可以奉献，可他又作为伴侣，带我看过更为广大的世界。爱很重要，但作为苏之瑜这个人更为重要。爱不足以让我放弃这么年轻的性命。一夜未眠，
我甚至清楚地感知到风眼的长牙刺出，穿透我脆弱的皮肤，然后又是那咽足后的胡言乱语。宝宝，你全身上下都好香好甜呀，我要咬你，好想好想把你吃掉。我一听到这话就瞬间清醒，盯着天花板汗毛耸立。他每次的架势真的是要把我拆吞入腹。我半清醒的直到天亮，第二天直接顶俩黑眼圈去上班。风眼不知道哪来的危机感，他想跟着我去上班。你们学校请我开讲座，我还没定时间，但可以是今天。我白他一眼，你几点去无所谓，总得让学生们有准备时间吧？不准。他咬咬牙坐回沙发。我没想到风眼会跟着我。讲课讲到激动之处，我抬眼看到他在第4排角落坐着，偷感十足，以为戴了卫帽我就不认识。这堂课我和江继白一起上，虽然我跟他说了我没离婚，但他好像有点自大，认定我感情破裂，他有机可乘，一堂课总有意无意撩拨我。学生知道我戴婚戒，但我没有公开封眼，怕他会影响外界对我能力的判断。学生们就以为我和江教授关系匪浅，一阵一阵的唏嘘声，吵得我头疼。风眼黑脸，露出一副我就知道不对劲的表情，死死盯着我。下课后，我跟他一起回去，他跑去后座不搭理我。风眼，他好像睡着了，没动弹。我不得已拿了他手机，搜索苏静安给我寄东西的快递站，一打开浏览器，正式做小三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做小三人类社会道德允许吗？如果我不是人，也没有素质，可以无道德做小三吗？不被爱可以做小三吗？老婆1年不主动亲我怎么办？不被爱想死怎么办？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？我默默地轻轻地把手机给他放了回去，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一回家，风眼装冷漠，一头钻进书房，假装工作忙。他一委屈就假装工作忙。我有时候真的不能把这个装可怜能手和捕猎者联系在一起，但想到他的鳞片，粗如树干的长尾，尖利的牙齿，温情瞬间熄灭。后来连续1周，我每晚工作回家都要恶补一会蛇的习性。电视里放着工业堂京剧，风眼冷不丁出现在我身后，见我没理他，他凑过来坐到我身旁的沙发上。我刚看完一本短篇民俗小说，悄悄挪了挪屁股。他穿着休闲 T 恤，突然拉过我的手，按在腹肌上，烫人。我赶紧抽回手。他说：“你朋友圈说的，晚上回家要躺在腹肌上背马克思。”我枯萎，那是白天和同事打赌输了，他们让我发的，又不考研，不用背马克思。伟人的思想得一直学习。他咬唇，眼神发冷。我知道了，你只是不想用我的腹肌。他对着空气严肃道：“哪个男人？”我赶紧躺下，背，我背。多少年了，就记得个机械唯物主义，又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，形而上学。我想了想，形而上学不行退学。风眼没听我在乱说什么，他把玩着我的手，一会儿大手比小手，一会儿用他的手臂和我的相比，比着，两只手成8字形，比量我的脸。我瞬间背后发凉。刚看完的小说讲的亮人蛇，吃之前先比划猎物的大小，能不能一口吞？宝宝你好软。他把我的手捏起来，轻轻咬了一口。我虎躯一震。你饿了吗？他愣了愣，有点，但不是很。我去给你煮面。我厨艺不精，只会煮面，反正又不是我吃。今天不把他喂饱，我不叫苏之瑜。一碗牛肉面，他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边抬头。宝宝你好久不给我煮东西吃了，那就多吃点。我端去第4碗，他有些为难。我有点吃不下了，胃不舒服。确定饱了？你先睡吧。他眉头皱着，手放在胃上按了按。我准备走的，但又于心不忍。我帮你揉一揉。手在他腹部打圈。风眼哼了一声，面色越来越红。我没看到，我只能想到一条超粗的黑蛇吞了我，卡在胃袋里要消化大半年的地狱场景。接受无能。他比我高很多，我坐着，他的阴影笼罩我。他咬上我耳垂的时候，我浑身发凉。我试图唤醒他的良知。风眼不准再动，不然就去吃面。他怕了，抬起头，正襟危坐。三叔给我寄了一包药，他让我不要轻举妄动，等他召集人赶来我家，再对风眼动手。这药可以让他昏睡多天。其实这些天我大概猜到苏静安想对风眼赶尽杀绝，但我没这种打算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三叔只需要解除他对我的追踪，我没想杀了他。他愣了愣，行吧，听你的。镜头中他的脸总给我一种年轻又苍老的感觉，无法言说。他让我把镜头对准风眼，风眼正在厨房刷碗，小声哼着歌。你对准他后背。我照做。苏静安在那边拿了一面铜镜，对准镜头。他背后有东西。我放大来看，背脊发凉。风眼背后漂浮着成片成片的鬼魂，血肉模糊，看不清脸，好多都是肠子流出，四肢残缺，惨状不忍直视。他哼着甜歌，背上却附着众多惨死的亡魂。苏静安说，这也是有记载的，他无恶不作，虐杀生灵众多，那么多年不失手，就是因为能完美伪装成人类。再等2天，我召集人马，大家一起对付他。我看着镜头中的苏静安，淡淡道：好。我没时间等到苏静安来。风眼生日那天，他很不对劲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苏静安给我寄来的平安符的原因，挂在脖子上3天了。风眼异常躁动，他应该没注意自己的同人已经沾染了动物的性状，只要我不在他视野中，他就会跟过来。你去哪里？我取生鲜，给你做生日餐。他缓缓点头。我趁机钻过花架，绕去后门。他有察觉，径直走过来，将我扛回去。乱跑，不乖。刚进门，他急不可耐，将我扑在地板上，尖牙比平时要粗，扎进血管里很疼。好半天，他突然倒在我身上，睡了过去。我将他拖到沙发上，等他醒来，他竟然不记得自己刚才做了什么，伸手将我捞过去，放在腿上。风眼蹭我，
我的生日礼物呢？因为凑得太近，他又闻到我脖子伤口上未凝结的血，眼神迷蒙，又张开了嘴，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。我拿过茶几上的高脚杯，先喝一点，礼物马上就送到。他欣然接受，这是每年生日的必备节目，喝着喝着就滚作一团。今年不一样，我在酒里下了苏静安给的药，就1/10，昏睡几个小时就可以。系统说我的存在阻挡了男女主感情进展，他可以送我去另一个世界，隔一段时间再回来。我现在还没想到对策，只能和他做交易，先出去躲躲。风眼仰头一饮而尽，随后将下巴搁在我肩上，连声叹息。我问他怎么了，肩上突然放松，风眼直起身体，嘴角含笑。不该你告诉我怎么了吗？宝宝，我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药效起作用了，但不像苏静安说的是致人昏迷的药，那是让他失控的药，没有任何缓冲。他的尖牙又咬上来，真的痛得人直呼。风眼，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。我喊他也于事无补，手机在沙发上震动，我伸手去抓，被风眼打掉。头顶上那盏绚丽的3x几吊灯因为它的不稳定而震荡。从那个角度看过来，风眼失了理智，将我压在身下，攻城略地。他恢复了动物的习性，面对我只是面对猎物，和那个女人说的一样，先吸血，再一口吞下。迷离间，我好像记起自己为什么这么怕蛇了。我怕的是风眼。开元年间，我死于他手，临死时他还咬在我脖子上，我全身到处是血洞，痛入骨髓。那时候我也是这么喊他，阿眼，放开我，而后失魂死去。这一次我依旧推不开他。风眼，风眼，我试图唤醒他的理智，他纹丝不动，贪婪地在我脖颈间乱蹭。我失了力，只能等死。门外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之余这声音好熟悉，是苏静安。听到外界的声音，风眼好像有些回神，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，而后将我拦腰捞起，光脚踩进地下室。下面有一间他为我打造的密室，说是如果他不在家，有坏人闯入，我可以躲进去。他把我关进密室，慌乱时我乱抓他上半身，突然摸到冰凉柔软的地方，因为被他放到床上，往下坠时拽了一把他的衬衫纽扣，胸膛展露，更大面积的蛇鳞闯入我的眼睛。他眼底闪过慌乱，背过身去。我不知道是被什么触动了，突然无法抑制的干呕起来。风眼恢复神色，冷哼一声，这么讨厌我？他俯身狠命在我肩头咬出标记，有种报复的意味。你早知道我不是人对不对？我虚弱的点头，下一秒又恶心起来。他倏地笑出声，按下遥控，四周红灯亮起，开始警戒。这是什么？他答，这么想我死，那我们一起死。这间密室可以保护人，也可以杀人。1个小时后之后，他指了指墙体镶嵌的一个银色盒子，炸弹会炸，我们会在地狱重逢。我强撑着去抓他的衣角，被他躲开了。风眼，我们有宝宝。他冷冷扫了我一眼，后退出去，将钥匙折断。门重重关过来，我只捕捉到他寂凉的身影，这里面完全没有信号。我蹒跚走在地上，四处查看，简直密不透风。门是特制的，重的要死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一出去，墙体上的银盒子就开始倒计时。我真没想到他能做这么绝，这下是真的等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听到地面上传来微弱的震动，应该是发生了剧烈爆炸，传播这么远。再过了一会儿，成果摸到地下室来。苏之瑜，我贴在门边喊，我在里面，钥匙呢？果果你先走，钥匙被风眼折断了，里面有炸弹。炸弹！他语气发颤。外面传来砰砰的拍击声，成果在砸门。我问，风眼呢？逃走了。我引爆你家后院的时候，他刚好杀完苏静安他们，把尸体扔火里就跑了。我的妈呀！你不知道他那尾巴有多恐怖，2层楼那么高，一卷10多个人就被他扔火堆里去了。我失笑，你太夸张了。他冷静下来，问，还有多少时间？我去找人。5分钟。我能想象成果在外面捂着头，无糖全麦面包尖叫。天杀的，我不是开锁的，也不会拆炸弹。我安慰他，风眼做事一向很绝，就算你找了专家也打不开，你快上去。他在外面发出尖锐的报名哭声。我说，我的猫猫狗狗鹦鹉小鱼需要你照顾，我的慈善事业需要你接手。再说了，人是鬼的幼年体，我现在是成年倒计时，祝贺我的成鬼礼吧。我对你好无语。还有3分钟。他嚎得快断气了。我舍不得你，我也好，反正早晚地府相见，矫情个什么劲？我现在下去，死穷光蛋一个，你得多挣钱，给我捎过来啊，不然等你死了，我们俩一起睡地府大街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是你走得急，啥都没带，那我在这边帮你打点着。枯藤老树昏鸦。他接，男模都来我家。懂，我先给你烧男模，先快活着。谢谢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2分钟。他撒丫子就跑，边跑边喊，苏之瑜，你做鬼也不要忘了我。等他走了，我才寂然神伤。可恶，风眼，亏我还爱过，做事做得这么绝，还不如一口把我咬死，痛快点。倒计时的滴滴声让我心脏一紧，凌迟不过如此。爱过不恨，毕竟当时要是系统不来找我，遇不上风眼，我已经和一个半身瘫痪、长满褥疮的有钱光头结婚了。所以就算我怀疑是杀猪盘，好歹风眼是真现了色，他是真的很能干，死而无憾。滴滴滴，预想的灼烧没来，门啪嗒打开了，朵玫瑰花弹了出来，银盒子放着他自己录的一首英文歌。我疑惑地走过去，里面摆着更多玫瑰花卡片，上的字迹是风眼的。第1句，我才舍不得让你死。第2句，放心，爸爸妈妈不相爱，宝宝是不会来的，过段时间他自己会离开。难怪怀孕的状态不稳定，一会儿能查出来，一会儿没有。或许是我这段时间情绪波动太严重，对不起宝宝，我太自私了，我知道你讨厌蛇。
可是我不想你走，所以瞒着你。小鱼，以后我不会打扰你了。我这人真的很讨厌煽情哎。成年后，父母看了专家号，从不说爱的他们，说出爱我2个字，我浑身恶寒，鸡皮疙瘩一地。我讨厌把爱说出来，但是风眼用行动教我爱的表达。我往里面找，盒子里还有一条项链，价值连城的天使之心，2大盒子信，上面写着苏之瑜亲戚。我随便拆了一封200岁生日信，我倒要看看他是要给谁庆祝200岁。开头暴击，小鱼对不起，你已经200岁了，发现自己还是死不了。我忏悔，我真的错了。恋爱第1天我就把我俩的命数结气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能活到多少岁，如果觉得永生太无聊，就像你说的，去寻欢作乐吧。说实话，我很伤心，就像当初我们睡在一起，每天晚上我看着你刷帅哥一样伤心。可是你说人生苦短，何不多聊一难，放手去吧。我不是很伤心，我是超伤心。记住，他们是宾馆，我才是家。我败就败在你讨厌蛇，而我是蛇，生而为蛇，我很抱歉。你喜欢的人，我都会永远注视他们，永远。我就是阴暗、嫉妒、发疯，几滴泪痕干在信纸上。可是我太蠢，害了你，只希望你能幸福，我不想再多诉苦，免得你觉得我很可怜。QAQ， 傻子，又不是他害的，揽什么责任？很多年前是我把风眼养大的，他是蛇，我怕蛇，本来不想救他。我是龙，你瞎呀？他骗我，而我是个10岁的傻子。父亲3斗米把我卖给土匪，我跑进山里捡到一条要死的蛇，这蛇说他是龙，我还真信了，勤勤恳恳把他养大。我们都天真善良到愚蠢，他是灵蛇。有一回下山觅食，我心善，让他救了我7岁的弟弟。我弟弟浑身溃烂，得了绝症，风眼咬他一口，他就好了，第2天便能下地。苏家人盯上了我们，我那时候准备做木雕生意，只有一把弯刀，差套更精细的刻刀。风眼画了形，很会写字，只有一支毛笔，差一套真正的文房四宝。我们的钱不够，那时候我的爹爹说，小鱼，早些年是爹爹不对，家穷，不得已卖了你，现如今回家来好不好？我说不好。他换了说辞，你和你那个小郎君整日住在山里也不合适。很合适啊。他在换说辞，你们生活清贫，爹爹也不强求这样，爹爹给你钱就当补偿你好不好？爹爹只想和你吃顿饭。我说好，但是他给的钱不够，我卖了弯刀，加上爹给的钱，给风眼买了一套上好的文房四宝。回去后我病倒了，风眼说，小鱼，你起来看看，我卖了我的猪毫，给你添置了新的刻刀。我喘不上气，风眼给我喂了解药，小鱼，你会没事的，吃了药就会好。然后我开始浑身溃烂，千疮百孔，他慌乱失措，在我身上乱咬，不断注入他的血液，试图让我活下去，就像救我弟弟一样。可那药是我爹专门找方式制成，没有解药。我临死时见到风眼因虚弱现出原形，吸我血的模样，临门一脚要死，睁眼看到一头黑色巨蟒对着你疯狂咬，试问谁能不一命呜呼？因为恐惧，怨念丛生，再来到世上，我对蛇非常畏惧，但那不是他的错，解药是他从我爹手上求来的。他不理解人类的表情，眼里藏针，笑里藏刀。他兴高采烈捧着解药回去，却加速了我的死亡。风眼像犯错的孩子一样守着我的尸体，他觉得他害了我。而后苏家的男人们带领方士冲来，牵制风眼，抢走了我的尸体。他们打不过风眼，吃不了他的血肉，但想和弟弟一样百毒不侵，甚至长生，便设了这个局，骗了不谙世事的他。将我分食之后，众人缄口不言，亡命天涯，躲避风眼的报复。苏静安给我的那几幅画由他所作，画的是人们如何分割一块长生不老肉，而我是画中人，祭坛上任人宰割的鱼肉。他们不知道风眼是蛇，他的血有灵也有毒，不然他怎么会等到最后一刻才用这种方法？他能救人于命悬一线，但这人从此丧失五感形同，行尸走肉。他赠予的长生也有限。苏静安已是大限将至，所以他见我转世，其实早就在暗中盯上了我。风眼生日之前，我就知道苏静安不可信，多亏了风眼设了个部门，开发守护女性安全的产品。我拿了苏静安新寄来的快递，盒子里有个附赠的小香炉，他说是开了光的，缓解我的紧张情绪。车里的监测系统提醒我，女士，显示您周围1米内有针孔摄像头。我从香炉中找到了摄像头，手机里的监测系统也有提示，女士，请注意安全，您的手机已被陌生设备监控。我跟着反监控的定位，发现苏静安就躲在菜市场的一个猪肉铺里。我每次催他来处理，他都说自己在路上，我就戴着口罩，静静看着他在对面猪肉铺跟我发消息。小鱼，我也很担心你，但那妖孽太强大，我还在想办法解决。记住，若他失控，不要逃逸，不然惹怒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难怪给我准备香囊、平安符、香炉、药粉，原来是想复刻上一次，让风眼失控杀了我，清醒后又救我，再偷我尸体，好变态。我那时候只知道他不可信，但不记得自己和风眼的往事。不过反正苏静安不是好人，风眼会失控杀了他们。我让陈果找人在我家后院制造爆炸，天然的火场。风眼极其喜欢用火毁尸灭迹，他以前就喜欢偷偷烧别的男人给我的情书，他肯定会下意识把尸体丢进去。过后我再让陈果家里的报社控制舆论就行。我从地下室出去，看到陈果和那条白蛇都在，陈果差点把我搂窒息。秋白走过来，长卷发，烈焰红唇，身姿婀娜，不会刚感动就要面对情敌吧？他笑了笑，迎上来，哎呦呦，弟妹来了呀，小眼呢？我说死了。他的纤纤玉手在我胸上游走，我想起那晚他对风眼的动作。陈果站一旁和我说，刚他也摸我胸，还捏，女人善笑。替不好意思，我化形的时候跟电视学的，里头蛇精都这样。我就是想来问问我儿子在哪儿，我满头问号。你儿子就一条傻傻的小青蛇，他非要来你家玩，我就把他快递过来了。
就是他来吃猫草，他又捏我的胸脯。我儿子应该不敢跑远，就是不服管教，感觉你家现在不太平，我先工作去。他转身，文件袋里掉出一张照片。我蹲下身，江继白，他挑眉，你应该认识，妖界知名劳改犯，老色批了。他收回照片，我负责抓他回去。这鸟又用香迷倒人类女性，抓回他老巢当老婆。之前风眼正义感爆棚，还帮我揍了一次。他准备走，我叫住他，你知道风眼可能去哪儿吗？女人露出一副八卦的表情。我就知道你俩有事儿，你上秋山看看，他在那儿有个窝。谢谢。成果陪我爬了半天的山，一路上骂了风眼800个来回。神经病，跑这么远，当我们都是8米巨蟒。你现在不讨厌蛇了？我说，慢慢克服。风眼过了太久孤独的日子，后来找妖学了什么节气，将命格和我绑在一起。我死了，他也活不了。他觉得这是好东西。当初我死之后，他也寻死，不是山不够高，就是海不够深。有了节气，他整条蛇都开朗起来，因为他得靠吸我的血维持人形，否则便会渐渐消强。这厮的理念是，我若是爱他，就舍不得让他死，肯定准他吸血。要是不爱，我死了算了。我觉得这不是想开了，这是想太开了，不良思想，别学。我和成果进草屋的时候，心理准备做少了。风眼浑身是血，手里攥了一把五彩羽毛，他尾巴边有只鸡。我刚走过去，那只鸡扑腾起来。苏老师，救命啊！我听声音好熟悉，江继白。他狂点头。我将目光扫到风眼身上，他下意识扯了些草护住下身，面露难过。别看，他别过头去。地上散落了好些黑色鳞片。我看看这只无毛鸟，再看看鳞片被拔的风眼，怒火冲天，抓起江继白就是一顿锤。你把我老公鳞片，我打死你！敢动你姑奶奶的人，成果加入战斗。根本没人听他狡辩。打累了，休战。江继白哭声穿透山林。我撕个清汤大老爷呀，他自己拔自己鳞片的。说你害怕蛇，喜欢鸟类，要把自己改造一下。他拔光了我的毛啊，你看像不像话？一条蛇想用凤凰羽毛，这合理吗？这合理吗？他哭得十分委屈。他一言不合就把自己身上的鳞片全扯了。我说他这是恋爱脑，他还打我，可笑至极，奇耻大辱。我不活了，他要撞墙，没人拦。江继白性急地躲到角落去了。风眼也往里屋躲。我进去喝住他，过来。他乖乖游过来，伸手捂住我的眼睛。你不要看，很丑。我抬起手腕递到他嘴边。哼，不然你这样回不了家。我数落他，风眼你能不能硬气一点？一言不合就来等死，这么多年白活了。他委屈巴巴。我看窗台上挂着很多手帕，随手捞一张过来给他擦血渍。怎么是湿的？他有些为难。江继白探进来一个头，嘲笑。他哭的10多张帕子，他哭完就放那晾干，真没用。风眼渐渐起了杀心。我将他的头搬过来，我们四目相对。回家好不好？我并不讨厌你，人类对蛇本来就有恐惧，何况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以为你想吃了我。风眼，我从来没想过去伤害你，你教会我很多东西，我舍不得的。他傲娇的哦了一声。我踮脚吻了他，面前仿佛一只青涩的柿子，一瞬间熟透。系统突然出现，背着小包袱跟我告别。你不守护男女主爱情了，他道。风眼给了我好多钱，我也是个识时务的童子，我先去点8个男模系统，拜拜，再见。我们拎着那只鸡下山，有个孕妇和她丈夫去山顶的庙祈福。风眼回望了半天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那个家庭会很幸福，顺喜，你去吧。我仿佛看到了他身后的一团魂灵，叫顺喜的那个人，他脱帽致礼，走向刚才那位孕妇。好在这是半山腰，我们很快帮着一起将孕妇送去医院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我还以为那些是他残害的生灵。他笑了笑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去瞻仰祭奠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能看到他们，我和你一样，也希望他们能回到这片盛世下，感受一下美好国度。小鱼，我是你养大的，就是你的翻版，很多事情你不记得了，但我知道。我是妖怪，但我比很多人类更懂爱，你全心全意爱过我，教过我，所以现在我教会给你。爱是循环，爱不会消失，就像莫比乌斯环，无限深远，无限循环，我们一定会重逢。他会想起我给他读的诗，奥登的诗。我爱你，爱到大河跳上了山顶，鲑鱼来到大街上歌唱。我爱你，直至海洋被关进栅栏，为了晒干而被人倒挂，直至7颗星星粗声喊叫，就像空中出现了鹅鸭，月亮引入云层。风眼疯狂和我贴贴，我要把属于我的都拿回来。全文完。